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通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在一天时间内同时发生3处损毁。瑞典海岸警卫队周四又发现了第4处泄漏点。在调查仍然没有结果的情况下，美国、欧洲以及俄罗斯就此开始了一场舆论大战，互相指责对方是罪魁祸首，令事件走向更为扑朔迷离。在欧洲能源困境难解的当下，该事件是否会让欧洲天然气供应雪上加霜，又是否会对俄乌冲突产生影响？来看报道。周四，瑞典海岸警卫队指挥中心表示，发现了北溪天然气管道存在一处新的泄漏点。瑞典通讯社报道称，4处泄漏点中的2个位处瑞典专属经济区，另2处在丹麦专属经济区。其中，瑞典专属经济区的2处泄漏点气泡翻腾区域直径分别多达900米和180米左右。目前，丹麦和瑞典警方正对泄漏事件展开调查。在调查仍未有结果的情况下，美国、欧洲以及俄罗斯就此开始了一场舆论大战。丹麦首相以及数名欧盟高级官员先后表示，北溪天然气管道3处地点发生泄漏不是一场巧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也都将此事描述为明显的蓄意破坏行为。尽管大部分人在谁干的这一问题上表态谨慎，但也有官员直接点出俄罗斯的名字。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就宣称，这是俄罗斯策划的恐怖袭击。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格哈德·辛德勒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声称，在波罗的海80米深处对管道实施隐蔽的阴谋性破坏，需要复杂的技术和组织能力，显然有国家参与。辛德勒直指，这个国家只有可能是俄罗斯，因为只有俄罗斯能从这种破坏行为中获得最大利益。面对美西方的舆论围攻，俄罗斯方面展开回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三称，指责俄罗斯是北溪事件幕后黑手的说法是愚蠢和荒谬的。俄副外长格鲁什科同一天表示，如欧洲国家提出请求，俄方有意考虑对北溪事件进行联合调查，但目前俄方暂未收到类似信息。此外，应俄方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于周五举行关于北溪管道遭破坏的紧急会议。俄罗斯消息报援引俄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副教授安德里亚诺夫表示，由于美国施压，欧洲国家政府不准备恢复与俄的能源合作，但他们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安抚对能源危机日渐不满的民众。而就在此时，北溪管道恰巧出现故障了，因此美国顺理成章地让欧洲更加依赖它的液化天然气，从而为美出口商带来更多利润，并削弱欧洲经济。而德国媒体《明镜周刊》甚至爆料，在北溪天然气管道泄漏事件发生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已通报德国，位于波罗的海的天然气管道可能被袭击。报道还引述多名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德国政府当时认为，美国中情局所指的就是北溪1号和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虽然说北溪管道爆炸这个事件现在很难说是哪一方所为的，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事故中，美方肯定是受益的一方。那么美方呢，通过这次事件呢，也是让这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而且也可以体现出来，就是美国对于俄乌冲突也好，或者说是俄欧关系也好，它的这样一个插手的力度，也是越来越上升的。北溪管道泄漏事件发生之后，国际舆论场猜测满天飞，但更多的则是巨大的不安，因为这一事件在多个层面产生负面影响。俄罗斯观点报周三指，北溪管道泄漏事件对每个国家而言都是一个重大信号，现在所有的水下天然气管道都处于危险之中。华盛顿邮报则认为，由于管道内仍有大量天然气，这引发人们对甲烷释放危害环境的担忧，它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另外，备受关注的是欧洲的能源危机可能雪上加霜。纽约时报称，虽然此次事件不会对欧洲能源供应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它提升了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发生能源战的风险，也加剧了欧洲人的不安。而据俄罗斯生意人报周二的报道，对北溪管道的检查工作可能需要数周时间，修复工作可能持续数月甚至几年，这基本排除了今年冬天通过北溪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可能性。在此期间，国际能源价格势必产生动荡，进一步冲击欧洲，尤其是德国等国的经济和民生。
有分析就认为，从北溪管道被蓄意破坏开始，破坏欧洲基础设施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独立报周三刊文称，北溪管道发生爆炸，表明乌克兰危机已直接转移到欧盟境内。究竟是谁组织了这场行动，并非最关键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若可以破坏天然气管道，为什么不能炸毁德国的化工厂等设施？这些工厂都在使用俄燃料。文章认为，此次破坏活动的一个目的是使俄乌冲突国际化。我们看到，在北溪1、2号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泄漏，那外界对于谁是这一事件的主谋仍是众说纷纭。那对此您怎么看？对于这一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案件，我们只能尽量去分析其中的确定性。第一个确定性就是，这不是一起意外事故，而是一起蓄意破坏的行为。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那么巧的事情，北溪1、2号天然气管道几乎在3处不同的地方，并且在同一时间段内碰巧发生爆炸。关于这一点，无论是美国、俄罗斯还是相关欧洲国家，都众口一词做出了同样的判断。第二，在上百米深的海水底下爆破北溪1、2号天然气管道，这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恐怖组织与恐怖分子所为，因为他们既没有这样的作案动机，也没有这样的作案能力。这极有可能是某一个国家所为，是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而且是蓄谋已久的。第三个基本确定的事情是，炸毁北溪1、2号天然气管道的国家背后不仅仅有经济动机，也就是切断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能源贸易关系，而且有着宏大的政治动机，也就是让俄罗斯与欧盟从此彻底断了勾勾搭搭、眉来眼去的念想，并且走向进一步的对立，同时让欧盟更加依赖于美国。那么当前有着这样的政治与经济动机的国家并不只有一个，而且有很多。外界公认的，比如美国有，乌克兰有，英国有，甚至是包括波兰在内的很多中东欧国家也会有。第四个基本判断是，假如能够坐实是哪个国家干的，那么他不仅要背上国际恐怖主义的罪名，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会跟极度依赖北溪1、2号相关的欧洲国家彻底闹翻。我认为无论是哪个国家，包括中东欧国家、乌克兰甚至美国在内，都承受不起这个代价。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出面认认这件事情，即使是被抓到了把柄也不会承认。这个案子将会成为又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国际公案。